在2022年末 ，ChatGPT 又吹起了另一阵 AI 狂风之后，你是否开始对写程式感到好奇，准备要跳入 Python 这个迷人的世界呢？去年的一份调查中 ，Python 是第二多需求的程式语言。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神奇的工具，可以帮助你更轻松的学习跟使用 Python， 而且还是免费使用的 Google Colab， 它将可以彻底颠覆你学习 Python 的体验。嗨，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我是工程师 Gary。今天这部影片要和你分享为什么新手要在 Colab 学习 Python 的10个理由。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免费，大家只要有 Gmail 呢，能上网就可以使用 Colab。那通常新手呢，在学习 Python 的时候，因为你还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程式语言嘛，所以一开始就砸下大钱是很不明智的决定。建议是你等到学了一阵子之后再来看看要不要多花一些钱在学习 Python 上面。我们免费仔就是如果有免费的能蹭，我们就蹭到底。第二个新手要在 Colab 学习 Python 的原因就是不用花心力处理安装环境跟版本更新这些问题。但是有学过 Python 或者尝试学习 Python 的人，一开始一定会被这个安装环境的事情搞得是头昏脑胀，不知道要装 Python 到底是哪一版那什么空的然后什么套件要装怎么装这些对于新手都是很复杂的事情。那如果你刚开始学呢，就要花大半的时间在处理这个安装环境，大部分人还没开始学就想要放弃。第三个原因，可以使用 GPU。相信大家在听到 AI 这个领域的时候GPU 这个名词一定很不陌生。为了要加速模型的运算我们通常会使用到显示卡。那这个显示卡呢，就是 GPU。那一般不是特别有在玩游戏的人通常自己的电脑就是文书机，不会特别买一个显示卡装在上面。那这样你要跑一些 AI 的模型的时候就可能会很不够力。那 Colab 最好的一点就是这些 GPU 是可以免费使用的，你就不用额外花钱才能使用这些 GPU。再来第四个重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它可以叫出可爱的猫、狗跟螃蟹。不管你是猫派还是狗派还是螃蟹派都可以用你的喜好。但是我们大人呢，我全都要。第五个原因，它开给你的机器硬碟跟记忆体的容量都很大方。基本上如果你只要测试，那是完全够用的。硬碟有超过100G 的容量，记忆体呢也有12G， 这对一般新手学习 Python 来说绝对是绰绰有余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可以连接给 Google Drive。我们通常写程式都需要把档案读取进来。那这时候呢，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档案呢放进 Google Drive， 然后在 Colab 呢就能存取到这些档案。又或是我们在做某些实验的时候我们想要把过程存下，这时候我们也可以从 Colab 将档案写到我们的 Google Drive 里面去。第7个原因是和他人协作。Colab 它像其他 Google 云端的文书处理 App 一样，你呢可以将你编辑的东西分享给其他人。那这个功能呢，对刚学程式的人是非常好用。因为我们刚接触一个程式语言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 bug， 或是不知道为什么错的地方。这时候呢，如果你要问别人，你只贴了一小段程式码，或是一小段错误讯息，有时候别人很难帮你 debug。那如果你在 Colab 上写呢，你就可以直接分享这个连结给别人，别人就可以看到你所写的程式码，这样方便他回答你的问题。再来就是一般多数练习 Python 的平台，你写的 Python 程式码很难代改，写一写之后呢，就只能存在那个平台上面。但是在 Colab 呢，你写完之后，你就可以下载下来，它也会另外存一份在你的 Google Drive 里面，所以期待性可是很高的。再来第8个原因是在 Colab 除了写 code， 还可以写 Markdown 语法。那什么是 Markdown 语法呢？如果你有在用 Notion 这款 App 的话，那你就已经有接触过 Markdown 语法了。Markdown 呢是能让我们想要把记录的文字能更好呈现的一种语法。那因为 Colab 就跟 Jupyter Notebook 一样，都可以在上面写 Markdown。所以你在写完一段程式码呢，就可以在它的上面写一段 Markdown， 说明一下你这段程式码做了哪些事情，也可以打上方程式，这样别人不需要看完整段程式码才知道你在干嘛。第9个原因呢，是你要测试各种想法或是程式的片段都非常方便。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想要测试一个语法，这样写对不对？或是呢，我只是想要简单的跑一个小程式，这时候你就可以在 Colab 上面的一个 Excel打上这段程式码，然后执行，就可以很快的知道结果，不需要再开个什么专案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第10个原因是环境装一堆套件也不用担心。在写 Python 的时候常常会需要装很多的套件。那我们如果在 A 这个程式呢装了一些套件，在 B 这个程式呢又装了另外一些套件，有的时候就会发生 A 这个程式的套件跟 B 这个程式的套件是互相冲突的。这如果在相同的一个开发环境下，是很容易遇到这个问题的。那在 Colab 上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在 Colab 上不同的档案执行的时候，它们就是独立的环境。
所以你在 A 这个档案呢装了任何的套件，也不会去影响到 B 档案的这个环境。那如果我在 A 档案呢装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套件，最后呢觉得很复杂，想要从头来过的话呢，也很简单，你就只要再重新启动这部 Colab， 它就会回到最初始的状态。好，以上是10个为什么新手要在 Colab 学习 Python 的原因。Colab 是十分方便又免费的一个 Google 服务。如果你想学 Python， 但是你不知道从哪边开始，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打开浏览器，输入 Colab， 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开始测试你第一个 Python 程式码，可以说是相当的简单又好上手。那如果你对于在 Colab 上如何使用 AutoGP 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看我这部影片。那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呢，也请点一个赞，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工程师给旅，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